大家好，这是一个典型的三相五线制的供电方式，黄绿红三相火电，蓝色的呢是零线，黄绿双色的是地线。黄绿双色的地线呢，主要是起保护作用，目的呢使我们的用电更加安全。而真正为我们做功的呢，就是三相四线，也就是三火一零。有许多人有这样的疑问：我们的零线当中到底有没有电流通过？还有一些人认为零线中的电流应该是三相火电的电流之和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。我们来看一下三相四线制的它的一个简图。这儿呢是它的一个空开，这儿呢是三相电 V1、V2、V3 三相电，也可以用 A、B、C 表示。这儿呢是它的零线，直接接过来。第一项我们这是接的它的一个负载，然后呢这是火线，这儿呢是零线回来了。我们简单的分析好像它的电流是这样流的，从火线走到零线，这是它的第二项火线，从这儿这是第二项的负载，然后呢回来了，这个电流的方向是这样。同样第三相电它是这样流的。那么当电流到达零线的时候，这个零线中的电流到底是多大呢？有很多人认为就是这三项电流的和就是这个零线的电流。其实呢，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，因为我们的市电或者是工业用电它是一种交流电。我们标注的电流从火线流向零线，只是为了分析问题时的方便，而实际上导线中的电压和电流始终是在不断的变化中的。零线是三相负载和单相负载的共同通路，单相负载的时候，零线火线的电流是一样大的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三相负载时的电流的方向以及电流的大小。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电路图，这是我们说 V1 项，这是呢这个是 V2 项。V2 项它也是一个正弦波的交流正弦波的交流电。V2 项这个呢是 V3 项，它们的相位差呢是相差120度。我们这个是 V1 项，从零开始，这儿呢相差120度，开始第二项，第三项呢又相差一个120度，这样呢就是构成了一个平衡的三相交流电。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电流的方向呢是从正极流向负极。我们看在60度的时候，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你看我们 V1 项和 V3 项的电压它是处于正半轴，而 V2 项呢它是处于负半轴。在这个位置以前60度以前，这是0度，这是120度，中间这是60度。在以前呢，它是 V1 项和 V3 项是正， V2 项呢是负，它的电流的方向就应该是，我们把上面这个图简化成这样一种图。这是呢 V1 和 V3 项， V1 是正， V3 是正， V2 是负，应该是电流的方向是这样的。在下一个60度的时候， V1 是正， V2 和 V3 都是负，那么它的电流方向呢也就是说从 V1 是正，这两个呢是负，它就是从 V1 流向 V2 和 V3， 是这样一种状态。那么到下一个60度的时候，它又 V1 和 V2 是正的，这是 V2 和 V1 是正的， V3 呢是负的，也就是说电流的方向是从 V1 V2 流向 V3 的。 V1 V2 这时呢就
这样 V1、V2 流向 V3，就这样一种状态。也就是说，它这个电流啊始终是不断的变化的。如果 V1、V2、V3 三项的负载平衡的时候，电流呢只在这三项电中流过，零线中是没有电流的。只有当三项负载不平衡的时候，零线的存在可以保持三项电压的均衡，将不平衡的电流流回变压器。那么零线中的电流到底多大呢？零线中的电流最小是0，最大呢也不会超过三项电中最大的那一项。所以说零线的电线并不比任何一颗的火线粗。零线中的电流就是三项负载不平衡时的流回变压器的电流。在三项四线制的供电中，三项负载呀肯定是不平衡的。但是呢，零线的电流它有一个计算的公式，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根据这个公式来计算一下零线中的电流。